一个人口只有550万人的小国家，可是连续4年被评选为全球竞争力第1名，然后又连续7年被评选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走访一趟呢，我们就可以参观到3个世界文化遗产，这究竟是哪里呢？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平医师王丽慧。当然，这个就是芬兰。我们今天是芬兰参访系列的最终篇。那么我们一再的提到芬兰人说，不管做什么事情，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好玩。那么既然来到芬兰了，我们怎么能够不好好的玩一玩呢？在芬兰，我们发现呢，狗是不怕人的。在公园里面遛狗，主人坐在那里休息啊，狗就到处去找游客玩啊。我从旁边经过，这个狗就扑过来啊，要抱要亲要舔啊，所以我只好蹲下来陪它玩一下。那我们也观察到呢，芬兰的鸟也是不怕人的。我们就是随便在户外坐一下，吃个下午茶，喝个咖啡，这个鸟就直接到你的桌上来陪你了。那我们发现呢，人也是不怕人的，因为我们讲到过呢，在芬兰对于多元文化非常的包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厕所的标志，你既不需要去区分你是男或者是女，你不用在这个性别上面呢硬去将自己分门别类。你看这个厕所，所有人都可以用。我们发现呢，芬兰人应该也不怕外星人，因为呢，据说啊，芬兰出现幽浮的频率呢是世界上前几名的高。那我们参观了一下它的岩石教堂，这是一个著名的景点啊，也算地标。内部的话，当然就是一个教堂，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美的管风琴，然后非常漂亮的一个岩石结构。但如果从外面呢鸟瞰这个教堂的话，它事实上就像是包在岩石里面的一个幽浮啊，这根本就是与他们共存。这次要跟各位介绍是呢，你走一趟芬兰，你可以看3个世界文化遗产，所以你千万不要错过。虽然我们是去参访，但是正式要办完还是要好好的玩。第一个要跟各位介绍的世界文化遗产是2020年的时候刚刚纳入的，这个是最近的一个，也就是芬兰浴。那我们说呢，芬兰语讲烤箱这句话就叫做 sauna， 那我们把它翻成三温暖。那英文的话，我们是念成 sauna。550万人口有300万间烤箱啊，所以它为什么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它紧密的跟芬兰的家庭、社区还有他们的文化全部都结合，凝聚了所有人的情感。而且芬兰非常的苦寒，这个烤箱给了他们莫大的安慰哦。那再来的话，我们也介绍过呢，芬兰浴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是冷热这样子交替，你不能够只用烤箱然后不去泡冷哦，那就非常可惜了。不管你是要跳到海里面、跳到湖里面、跳到冰里面都可以，你一定要冷热交替，因为热会产生热休克蛋白，冷会产生冷休克蛋白，两种都是与你有益的，可以使你的体能更好，可以使你更加的抗衰老。再来跟各位介绍的是1991年就已经被 UNESCO 纳入的，叫做芬兰堡。那这个芬兰堡呢，它事实上啊，就是在赫尔辛基这个海港的外面一点点，你搭个渡轮的话，15分钟就到了。它是由6个小岛组成的，把它整个盖成是一个大城堡。目前为止呢，都还保留了8公里的城墙，然后有150几座的加农炮，并且呢还有200多间的建筑物，以及呢有7个博物馆，所以它是现在呢现存的整个世界上算是非常大的一个海防要塞，保存的非常的好。但是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它有什么苦情或是悲催的那种战争的阴影啊，没有，我们感觉呢它是这样子的美好诉说的一个平静的祥和的一种氛围啊，然后给你一种很安宁的一种磁场。因为这个小岛它是在芬兰湾嘛，也就是连到波罗的海。我们看到这个鹅爸爸、鹅妈妈带着他们的孩子这边悠闲的玩耍，然后我们看到这边的小花小草，它们在欣欣向荣，吸取着夏日的阳光哦，所以是一片美好。那我们的同伴嘛，很多人就去躺在草地上啊，或者去抱树啊，跟大自然接近，所以大家呢一律都认为是感受到非常好的频率。所以呢，感觉是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不停留在过去的伤痛里面。它是瑞典盖的，为了就是要防止俄国人呢进攻赫尔辛基港，所以他们在赫尔辛基港的外面筑起了海防要塞去抵挡入侵的海上的这些个军队啊。但是后来呢，芬兰堡还是被俄国人拿去了啦。本来是要来抵挡俄国人，结果盖一盖反而被俄国人拿去用。不过后来呢，现在已经全部都回到芬兰的手里了嘛，所以芬兰人他们也给这个芬兰堡改了名字。然后他们不刻意的去诉说过往的苦痛，他们所期许的是往前看，所以呢
在这个芬兰堡，我们没有感觉到太多的创伤，因为他们的政府当局没有一直的要去唤起你那个伤痕的记忆。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的呢，是1997年的时候纳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爱沙尼亚的塔林老城。那么爱沙尼亚当然就不在芬兰里面，但是你走了一趟芬兰，你一定要顺便的去玩一下，你就是搭游轮去玩。你在上面呢，你一样就可以欣赏音乐表演啊，然后你也可以去运动啊，然后可以吃 buffet 啊，也可以去 casino 赌一把啊，试试自己的手气啊，什么都有，2个半小时就到了。那为什么塔林老城很值得看呢？因为爱沙尼亚它是介于这个欧洲通往亚洲、亚洲通往欧洲这个中枢啊，所以它曾经被称之为是世界的十字路口。那当然它过往也有很多的战争，但是现在它也不再是一直的停留在那个创伤感里面，它现在把这些保存得很好的13到16世纪的这些建筑物啊，纳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呢，充满的是一种历史感跟故事感。我们可以看到呢很高的防御塔，我们可以看到蜿蜒的长街，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老城门。你就是呢从赫尔辛基搭了游轮到了爱沙尼亚之后，下船之后走路10分钟你就可以进到塔林的老城，所以呢根本也不用搭计程车，非常的方便。你就在这边玩一天，然后下午的时候再搭船回去就好，所以就是一日游。它被认为是波罗的海岸最迷人的一个城市。亚洲跟欧洲的交界之处呢，所以它的文化呢是兼容并蓄的各方面的文化。然后你静静的坐在街边休息一下，喝个下午茶，做个咖啡馆，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街头的迷人啊，还有那个整个波罗的海的美丽。因为塔林它3面环海嘛，那不管是芬兰堡或者是塔林，它其实都经过很多战争的洗礼。可是我们这一次去就是感觉呢，典型在溯溪没有错，可是旧恨已逝，只剩下爱。这是一个充满契机的新时代，所以没有任何人要一直的停留在过去的伤痛里面，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欣赏这个当下的美丽，然后呢充满盼望的往前走。那塔林老城的建筑非常的有特色，就是它用了很多粉红色的元素，那这在我们亚洲是少见的哦。那可能在威尼斯各位也可以看到了哦，就是非常漂亮的彩色，或者是说旧金山的日落区也可能会有粉红色的元素，但是在塔林这边特别的柔和跟特别的轻松，就是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强烈。所以大家如果要拍照的话，一定要多拍一点粉红色的元素啊，入境是非常漂亮的。那还有它很有名的3姐妹旅馆，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叫做3兄弟旅馆。不过我们来讲一下3姐妹旅馆，我还上网查了一下，没想到还可以在这个 TripAdvisor 这里看到这样的一个网页啊。那这是根本就没有在营业了，因为我已经确定到当地去造访，我还特别走进去看，所以不要在 TripAdvisor 上面订房说你想要住3姐妹旅馆。这一次非常感谢训练取代照顾协会给我们安排了所有的行程，除了要认真的办正事去参访之外呢，我们确实也就呢在另外的自费好好的去玩了一趟，所以呢整个过程都是非常的开心，留下非常好的回忆。那整个团员相处也都非常的好，衷心的感谢。因为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呢，真的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好就好了，是团员大家一起共好，才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谢谢各位。